当有人把脑浆二字喊出来的时候，这些平日里争强斗狠、浑身弹舌的黑帮分子一个个全吐了起来。他们中有些人也曾犯过命案，可他们背靠山口组，平日里根本就没经历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危险，而如今这种进不得也退不得，满脸脑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的处境，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如同炼狱。有人大喊：快开枪，快开枪，不管前面是谁，开枪干掉他们。日本枪支管制严格，不过对山口组来说，虽然做不到人手一把枪，但总是有些热武器的储备。不过在日本，一旦枪响，性质就会变得非常严重，所以黑帮能用刀杀人的情况下，都会尽量避免用枪。不过这时候也管不了了，再不开枪怕是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于是带枪的成员立刻将枪掏了出来，可是枪掏出来往哪打又是个问题，眼前一片漆黑，完全看不见敌人在哪，而且前面已经倒下了好几排，尸体跟尸体之间都堆叠着，恨不能都要发生踩踏了。凭着开枪肯定打在自己人的尸体上，抬高枪口也只能打到天花板，除非能爬到尸体堆叠的地方，找到尸堆的最高处，然后从那里向下方开枪。于是有人拿着枪，两眼一抹黑的往前爬，爬上尸山，试图先忙开上几枪，扭转一下局面。可是当他刚刚爬上同伙的尸体，叶晨再次出手，又将此人爆头。噗的一声，后面的人感觉忽然来了一阵风，风刮起了一阵腥臭粘稠而且带着温热的液体，扑了后面众人一头一脸，一众人吓得双腿发软。这次有经验了，没人会以为是有人在擤鼻涕，他们都知道这又是自己兄弟的脑浆和血浆混合物。有人带着哭腔大喊：中村也被爆头了！极端绝望的情绪瞬时间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此时这些黑帮成员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起先是最后面的几人转身悄悄溜走，结果没想到越溜越多，被堵在前面的人一见后面全跑了，顿时也慌了神，有一种被人留下等死的绝望感。于是一众人调转方向，疯了一样向外冲刺。这时门外又有几百人快步跑了进来，有人还在大喊：兄弟们抓紧上，妈的，山口组那帮混蛋已经先我们一步到了，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拿到暗花，实在不行把他们一起干掉，只要他们和塔瓦纳全死掉，那暗花就是我们的了。一众人立刻高声附和，把他们全部干掉。山口组正要逃命，哪想逃命的路又被人堵上，刚好外面的灯光没被破坏，有人认出光亮处的是道川会的人，于是便大声喊道：道川会的兄弟，快退出去，里面有埋伏。有你妈的埋伏！那人骂道：你们这帮狗崽子是不是已经得手了？正准备回去报喜，让你们老大去领暗花。妈的，10亿美元绝不能让你们山口组拿走。说罢，他对身后的兄弟大喊道：兄弟们，把这帮山口组的混蛋全部干掉，只要我们堵住这里，不让他们离开，再把他们全部干掉，10亿美元暗花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道川会就是日本第一帮派了。诸位兄弟倒是都是此番战役的功臣。此话一出，道川会的小弟一个个兴奋难耐，有人甚至已经脱掉上衣，拍打着胸口，准备跟山口组的人决一死战。山口组的成员都快崩溃了，他们本就是逃命来的，谁还管什么暗花不暗花？眼下他们只想赶紧掏出巨弹的后场，以免遭遇不测。如果可以，他们甚至愿意靠在两侧单膝跪地，为道川会让出通道，同时也好让自己能够逃出升天。于是一名山口组的成员高喊道：道川会的兄弟，你们要去拿暗花，我们立刻给你们让开通道，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求能够活着离开这里，10亿美金随你们拿。他以为自己已经非常真诚，可问题是道川会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先前叫唤最凶的那个道川会成员此刻冷笑道：八嘎呀路，真当我们都是傻子？你们来了这么多人，
肯定已经得手了。想骗我们，没那么容易。兄弟们，干死他们！道川会这帮人哪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们觉得山口组来的早了一步，又来了这么多人，别说一个塔瓦纳，就是10个塔瓦纳也杀完了。这种情况下，哪能放他们出去？所以一帮人像打了鸡血一样，迎着山口组的人便挥刀砍了上去。山口组原本就是一群溃兵，但是现在前有狼而后有不知真面目的恐怖巨兽，所以都不需要有人动员，他们都能想明白，活路在前而不在后，拼死跟这帮道川会的碉毛对砍，活下来的概率绝对比被身后不知名的狠人爆头要大得多。于是这帮山口组的溃兵瞬时间爆发出超强的求生欲，端着砍刀便迎了上去，有拿枪的也不等了，后面黢黑一片，拿枪都不知道往哪打。可前面不一样啊，道川会那帮孙子全都在暴露在灯光下，简直就是活靶子。于是枪声瞬间响了起来，枪声杂乱地响了一阵，道川会冲在最前的就已经倒了一片。道川会没想到山口组上来就动枪，气恼之余也立刻以尸体作为阻挡，抛枪还击。一时间整个通道内枪声大作，万幸这巨弹确实大，整个后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区域，再加上外面几万人退场，本就嘈杂，演出现场的音响系统还在播放着塔瓦纳的热单给退场的观众做背景音乐，所以这些意犹未尽的粉丝在退场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后台已经枪声四起，血流成河。而此时的三井良孝也没想到外面竟然就这么打了起来，他一边尽全力数着枪响了多少声，一边在脑子里盘算今晚到现在大概得死了多少人。只是这算术题的数字变化太快，计算起来实在有点难，他现在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这么打下去死伤得上3位数。他愁得要死，忍不住低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再这么死下去我怕是真搞不定了啊。叶晨道，那我也没办法，要不你去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别打了。三井良孝长叹一声，哎，搞不好这场面要这比上次伊藤、高桥、松本3大家族搞出来的东京大乱斗还要严重，简直就是东京大乱斗 Plus 啊。叶晨淡淡道，不用怕，别说东京大乱斗 Plus， 就算成了东京大乱斗 Ultra 也不用担心，他们这些人死得越多，对我们来说反而越好。这里只有这一条通道，上百具尸体堵在这，就算是职业杀手来了都只能干瞪眼，而且他们闹得越大，警视厅就越怕，到时候警视厅必然会投入空前人手，用最严厉的手段来解决这个大麻烦。等警视厅把局面控制住，他们肯定会找山口组、道川会的老大过来，到时候他们就倒霉了。是啊，欧多桑，三井新美也在一旁提醒道，死的这些人除了叔叔的杀手之外，都是山口组和道川会的人，他们的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警视厅一定会跟他们死磕到底的，等于他们现在已经闯下大祸。如果您再给警视厅一些压力，山口组和道川会怕是3-5年都缓不过来。三井良孝一听这话，顿时喜上眉梢，是哦，死的人都是他们派来的，凭什么让我给他们擦屁股？到时候得让他们自己来擦屁股。